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春天我们要多吃一些菠菜，菠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菠菜和鸡蛋最近很火的做法。饭店一份卖58，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，少油少糖，超低脂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块钱的菠菜，把坏掉的叶子或者是老掉的叶子摘下来，不要了。菠菜的根部我们掐掉，不要，因为根部有许多的泥土，很难清洗干净。摘好的菠菜放到菜篮子里边，菠菜根部这里有许多的泥沙，我们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接下来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溶解。然后把菠菜放入盐水中，给它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再来好好的清洗菠菜，看一下菠菜上的泥沙和杂质，大部分都已经泡出来了。现在再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农药残留物和泥沙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晾干水分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油，用铲子搅拌一下。然后把菠菜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。这里加食盐呢，可以提前给菠菜入一个底味；加食用油可以锁住菠菜的营养，让菠菜保持翠绿的颜色。烧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煮得太久。然后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水，这样菠菜的颜色会更加的翠绿。放凉后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菠菜的水分，再把挤干水分的菠菜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菠菜切碎，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菠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膳食纤维、叶酸等多种矿物质。春天，大人和孩子都应该多吃一些菠菜。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，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蛋，把鸡蛋简单的清洗一下。鸡蛋很容易染上细菌和病毒，尤其是走地鸡，自由活动的空间大，鸡蛋染上污物的可能性增加不少。而且，鸡蛋是沙门氏菌的一大传播途径，一是通过感染母鸡，把沙门氏菌传进鸡蛋或者是沾染到蛋壳上；二是从鸡窝中沾染到鸡蛋表面。所以，吃鸡蛋前清洗鸡蛋能减少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。洗净后直接打入大碗中。如果家里有土鸡蛋，最好用土鸡蛋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颜色会更好看，而且营养也会更加的丰富。打好后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入一个底味，再加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加1大勺玉米淀粉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加入和鸡蛋一样多的温水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会更加的嫩滑。搅匀后，再用勺子把表面的小泡泡撇干净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表面光滑无蜂窝。
小泡泡撇干净以后，再把鸡蛋液倒入菠菜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菠菜和鸡蛋液混合均匀。搅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保鲜膜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，而且更容易脱模。然后把鸡蛋液和菠菜倒入模具中，再盖上一张耐高温的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用牙签在表面扎一些小孔，像这样就可以。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转中火蒸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料汁，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给它切成蒜片，再剁成蒜末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，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。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装入蒜末的碗中，再往里边加入一勺辣椒面，再加一勺熟的白芝麻，然后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都受热均匀。搅匀后，我们来调一个味，往里边加入2勺生抽，加2勺香醋，加1勺蚝油，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像这样，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菠菜鸡蛋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鸡蛋液已经定型了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放凉后再把保鲜膜取下来，表面非常的光滑平整，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因为是用保鲜膜包着的，很容易就脱模了。再给它对半切开，然后切成厚度1厘米的薄片。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非常的嫩滑。切好之后摆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小碟子放到中间，再放上我们刚调好的料汁。非常好吃的菠菜鸡蛋饼就这样做好了，口感非常的嫩滑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呢也特别营养。做法简单快速，蘸上我们刚调好的料汁，吃起来酸辣爽口，特别的开胃解腻。而且全程采用清蒸的烹饪方式，少油少糖，超低脂，吃着营养又健康，多吃了也不担心会长胖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